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克，今天要来介绍 ID Buzz。福斯 ID Buzz 在11月于台北信义区登场，各大媒体以及网红都已经先行曝光 ID Buzz 的相关资讯。就在同时，国外的露营车厂已经积极的为 ID Buzz 进行专业的露营车改造，而无论是先顶式的车顶、升顶式的改装，或者是说露营车套件，这些改造的方式都非常吸引我。今天特别严选3家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在台湾使用的方式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有兴趣了解，那我们接着看下去。福斯第一代露营车 T1 经典的造型源自于一名荷兰3人随手绘画的草图，而没想到这一张草图却创造了半个世纪的传奇。在60年代嬉皮文化的兴起，福斯 T1 露营车成了大热门，特别在2战结束后经济的萧条，T1 它不仅提供了价格实惠、好保养，还能够坐很多人，加上它可爱的外表，嬉皮士更是爱不释手。福斯 T1 露营车更被电影、艺术、音乐各领域大师们视为爱与自由、和平的象征。皮克斯动画电影《汽车总动员》，阿飞就是福斯 T1 依据当时嬉皮士的外形所设计的，头戴着鲜花，身穿着灿烂服饰的嬉皮。电影中的阿飞同样也热爱关于自然的一切事物。在科幻电影《回到未来》中，出现了福斯第2代露营车 T2 与另一台经典老车时光机 DMC-12 上演一场精彩的速度与激情。从电影中可以看到，福斯圆形的车灯在晚上开起来也显得特别的可爱。其中让我比较注意到的是，此时的福斯车顶设计，这时候的天窗已经可以开启，而且可以让人站立在车厢内。我在想，或许这也是为未来先顶露营车的改造埋下伏笔。就是这么一台经典的露营车，流传至今，能受到许多人喜爱。而当年的嬉皮士是这样子描述 T1 的：你看大街上这些车，它们就像女人的衣服，2年之内必定过时，而我的车不会，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即使我不在了，仍旧是经典。而这个经典将要跨世纪传承至 ID Buzz。 在福斯 ID California 露营车推出之前，欧洲已经有好几家露营车厂商对 ID Buzz 进行改造。今天就来分享我认为最有潜力的3家改装厂。第一家是英国的 T-Sin Conversion 露营车改装公司，他们是全球第一家专门为 ID Buzz 改装先顶的露营车公司。他们也为 ID Buzz 设计了一组特别的座椅，座椅只要往前推就可以马上得到一张双人床，如果要恢复成座位，也只要透过杆子的波动，几秒之内就能变成双人椅。由于 ID Buzz 可以选择双滑门，在厨房的区域还加装了电磁炉，如果今天你想要在户外做饭，只需要拉下柜子调整高度，就可以完美的适应户外厨房的需求。未来他们还计划设计出可以伸长的水龙头，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户外领域，这一些设计都让 ID Buzz 可以更适合露营以及户外的生活。搭配一个 V 品牌的 TL 20公升的压缩机冰箱，并配合3000瓦的逆变器以及130瓦的太阳能，就不用再担心电器使用的问题。橱柜的收纳空间在最下方就是收纳逆变器的地方，上方的空间可以放一些厨房的用具，而后方还有一个卷门收纳柜，可以放一些3C 的小用品，而椅子的下方也有少许的收纳空间，椅子的前方则是可以收纳充电线的地方。车顶帐掀起后，主持人的高度约188公分，站起后的上方头部仍然有一些空间，上方的床铺比较窄，只能够睡上2名的小孩。车顶帐的收纳方式则是靠左右两边的拉绳，用手动的方式，这样子的设计是为了让整车可以有更多的使用空间。车内提供2组 USB 以及230的插座，电力采用 Clayton Power， 除了可以使用家里的交流电充电之外，也可以借由太阳能补电，当然也可以使用 ID Buzz 充电，不过那是要在 ID Buzz 有多余的电的时候才可以补充。ID Buzz 的前座是有设计成3人座椅和双人座椅，
而如果前方的座椅是单人的话，那就可以改成旋转。当然隐蔽性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所有的窗户都是有做成全遮光的窗帘。另外也有提供一张折叠桌，使用的时候就和宾士的马可波罗一样，使用立柱支撑。柜子的后方同样有滑轨，所以同一张桌子也可以使用在户外。再来介绍另一家德国露营车厂 Alpine Camper 所设计的上升的仙顶帐，可以增加室内的高度与通风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上面是无法睡人的。改装的材料都使用环保材质，复古的格纹与配色营造了氛围明亮又有质感。木质的地板更呈现温暖的氛围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种风格。车床的变化方式也很少见，有点像是 IKEA 的沙发床，有家的感觉。抽出下面的床板，并将2个靠垫铺上，就可以成了一张双人床。大小约长195公分，宽120公分，可以睡上2名的成年人。床的变化有2种模式，另一种模式只要铺一个床垫，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了有靠的沙发床。前方的橱柜左右各有2个收纳空间，标配一个小洗手台以及水龙头。正面做了一个比较少见的渐渐灯光，可以打出比较柔美的光线，一瞬间就能让人放松。下方则有清水箱以及灰水箱，各12公升，整体配置相当简单，就是小而美的厨房空间。沙发座后方有一个触控的控制台，皆能够透过触控萤幕的方式来控制车内的设备，好比说灯光、冷气，也能检视剩余的水电容量。车顶帐使用的是 Remo 的套件，可以提升至184公分的人站在车内也相当的宽敞，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不能够睡在上面。车顶升起后，帐篷的四面都有窗，所以车内可以有更多的空气以及通风。我自己觉得如果开口可以设计在厨房的区域，那使用上会更加方便，毕竟站着做菜也比较好使力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就是这个隐藏式的充电座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座椅的下方空间就是收纳的地方，有2个抽屉可以做收纳，细节上还使用缓冲的5G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。那它还搭配了一个 Dometic 的20公升抽屉式冰箱，非常的贴心。希望台湾的露营车厂可以参考这样子的设计风格，相信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的露营车玩家。接下来介绍的是由德国露营车厂 QQ 所设计的露营箱套件，箱体使用的是很像飞机用的铝箱，原则上和先前福斯 Kitty 系列所推出的 Van Life Box 豪野露营组8层的相似。那唯一和 Van Life Box 的差别在于，为 ID Bus 所设计的露营套件标配就带有双口瓦斯炉，所以并不需要再另外购买厨具。下方的空间可以放一些厨房用具，以一些瓶瓶罐罐的调味品。那中间的是行动冰箱的位置，不过这是选购的，使用家里原本的冰桶也是可以的。那它这里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大，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行动冰箱的朋友，可以去买一个大一点的冰桶，我觉得放在这个位置也是很适合。右边则是有2个10公升的水箱，其中一个是有带水龙头的，那另外一个则是备用的水桶。使用的方式我想应该就是用水龙头互换来交替使用。露营套件则没有洗手台的配置，那它提供了2个不锈钢的水盆来代替，来作为接水使用。水桶的旁边还有一点收纳空间，那由于空间是属于深型的，那我就会放一些长型的露营用品在这边作为收纳。露营箱套件的上方就一个3折床，收纳后的体积就像影片中这样子。那它打平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长195公分、宽125公分的双人床，承重可以达到180公斤，所以2个成年人睡在上面绝对不是问题。床垫的厚度则达到了10公分，也因为整个床板的支撑并不是真的睡在椅子上，所以并不用担心 ID Bus 的椅子会被压坏。整个露营套件可以把它想象成活动的沙发床，它的灵活性在于平时通勤的时候不需要使用，可以放在家中。那假设不幸和老婆吵架，装上 ID Bus 之后也不怕没有地方可以睡了。以上3种国外最新改装 ID Bus 露营车的方式，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种？
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二种，因为内装的感觉更适合 ID Buzz， 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就好像我的 T2 露营车，虽然性能远远落后现代车辆，但是每次握住方向盘开 T2 出去时，内心就是充满了喜悦。我想没有最完美的车，只有最合适自己的。祝你找到心中的露营车。以上就是这一期 ID Buzz 露营车最强改装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汉克，我们路上见。